小傻子，快叫你嫂子出来！二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咱直接进屋找人。这个傻子扔井边就行。熊老二，滚出去！滚！全村断粮3个月了，你屋里还有几口糠？风四娘，你男人都死快1年了，还守着傻叔子呀？不如跟了我熊老二，顿顿有白面馒头吃。嫂子，拿了粮就是答应了。饿死也不吃你熊家的粮。给脸不要脸啊！松手，松手！沈云，碰他一下，剁你1只手。傻子不傻了？都住手！三爷，他打人，你看见了？我还看见你上门抢人。大禹律法，女子守寡未嫁，逾期强配。3天后，我带聘礼来。傻子，3天后他就是我熊家的人。你可以试试。你刚才到底怎么了？3天。没枪，没炮，那就先造一声响。谁敢抢他，我就让谁跪着进门。沈云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明天，不管外面多吵，你都别出来。熊老二真来了呢？那就让他听个响。大哥，上回就是这傻子打我，今天不把风四娘拖走，咱熊家的脸往哪儿搁？风四娘，你男人来接你了。熊老大都来了，沈家今天完了。风四娘要是被抢走，谁敢拦啊？大哥，就是他，装傻1年，突然敢动手。傻子，你嫂子在哪儿？交出来，我少砸2样东西。熊老大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带人走。他还给大哥机会，傻子病好了，嘴也疯了。我今天先打断你的腿，再进屋拖人。趴下。大哥。沈云，他哪来的这东西？我的耳朵，我的腿。这是第2颗，我一共做了5颗。风四娘是我沈家的人，谁再敢来抢，我就炸谁家门。那傻子把熊老大打跑了，刚才那声响，地都抖了。你伤到没有？刚才那是什么？你别吓我。嫂子，没事了，他们不敢再来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不瞒你了。云娃子，你啥时候好的？三爷，明早叫村里人都来我院子。你要干啥？从明天起，沈家不再任人欺负。别跑，站住！只会想还不够，乱世里得有更硬的东西。嫂子，明天去站上找铁匠。你要打刀？刀不够，我要更硬的东西。沈云，你别把命搭进去。我先保住这个家。谁？嫂子，是我。汤还热着，你先喝。嫂子，怎么了？你嫁给我吧。沈云，你说什么？这大禹王朝的律法，男女过14，单身不能超过1年。朝廷强制婚配，也鼓励兄死叔娶嫂。别说了。熊家走了，还会有张家、李家，县衙也可能把你分给陌生人。你想被他们带走，给不认识的人生孩子？我不想。那就嫁给我，名分在，谁来都没理。可我比你大3岁。正好。你管家，我干活。你别胡说。我没胡说。以前你跟个孩子一样，饿了就蹲灶边等饭。现在你突然说要娶我，
我怎么信？你可以慢慢信。我怕。怕我，还是怕以后？我知道了。沈云，你让我想想。你逃不掉的。马二爷，就是这村儿，那小子家里有肉有粮，还有会响的邪门竹筒。咱们牛背村饿得啃树皮，他倒好，关起门来吃肉。黑风寨今日不抢人，也不砸屋，只借粮保村，每家交半斗粗粮，沈家交5斗，再交2只烟兔。半斗？我家3天都没有半斗啊！没粮就拿锅拿布底。黑风寨保你们，那是你们祖上有德。谁祖上有德？有本事是好事儿，胡老大最喜欢有本事的人。这样，你把粮交出来，再把那竹筒交2个，我今日就不进你家门。你说不进就不进。小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黑风寨借粮，那是给你们活路。借粮要写借据，写清楚。黑风寨马青借牛背村各家口粮多少，何日归还？若逾期不还，愿到县衙受审。你让我给你写借据？不写也行，那就不是借，是抢。嫂子，别怕。就是这个，马二爷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是我敢拿出来的1颗，也可能不是。你今日若真想借粮，我可以给你1斗，写借据。你若想抢，就先问问自己，胡老大让你来摸底，还是让你来送命？你知道我是来摸底。你若真来抢，不会只带空袋，脚步散，眼神飘，没杀气，只有恶气。你们寨子也断粮了吧？马二爷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沈家有粮，他昨晚还吃肉。我吃肉是我进山打的，我换粮是拿猎物换的，我沈家没偷谁1粒米。倒是你带外人来村里要粮，熊家还有没有把自己当牛背村的人？沈云，你有点意思。今日这粮我不借了。马二爷，闭嘴！你熊家说沈家肥，我看你熊家心更肥。3日后，我们寨主亲自来拿沈家的粮。3日，够我再做一局了。小兄弟，有人刚才问我，你打的到底是什么？什么人？熊家的人。出手还挺大方，说只要我把图样说清楚，给我半袋粮。师傅心动了吗？荒年里半袋粮谁不心动？哼！可我还没老糊涂，能让熊家花粮买的东西，多半不是好东西。那就再麻烦师傅打一批东西。还打铁管？不，农具。这些像农具又不像农具。荒年里，农具能种地，也能护院。先打一半，剩下的粮3日后补。你小子惹上大麻烦了吧？麻烦已经来了。师傅，这打野猪的管子要是不好用，我可不付尾粮。就你事儿多，猎具哪有包打中的？拿到了。拿到了。呼啸雷不能再做了吗？能做，但不能乱做。从土里提的东西不纯，做出来声大，威力却忽高忽低。往后呼啸雷只留作震慑，真要护村，还得靠更稳的东西。猎具、木栅、响铃线、水路、账本，这些比1颗雷更能活命。黑风寨3日后要来，熊家又盯着你，你还往镇上跑，万一他们在路上堵你怎么办？所以不能只靠我一个人。嫂子，今晚让三爷叫村里青壮来，我教他们做点东西。做什么？让黑风寨进村前先摔几个跟头，人越怕手越抖，手一抖绳就系不紧。今晚不教你们打架，只教3件事：第一，村口立木栅；第二，院外拉响铃线；第三，沟边挖浅坑，坑里铺草，不伤人，只绊腿。这能挡住黑风寨？挡不了，听云娃子的，但能让他们乱。人一乱就会怕。黑风寨来抢粮，不是来送命。只要他们觉得牛背村不好啃，就不会轻易下嘴。喝了才有力气干活。小兄弟，出事了！熊家买走了你画废的那张图。那怎么办？买走就好，我
我怕的是他们不买。都来看啊！沈家那小子能造天雷，我熊家也能造。3天后，别说黑风寨，就是县衙来了，也得看我熊家的脸色。你昨天还带黑风寨来要粮，你懂什么？那叫借势。没有我熊家去说和，黑风寨早把你们锅都端了。哦，沈云，你别得意，你会的东西，我熊家也会了。买来的？什么买来的？这是我熊家祖传的。笑什么笑？等我熊家神器造出来，你们哭着求我。行，那我等着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我造出来。你要真能造出来，我请你吃肉。快点儿！黑风寨3日后就来，老子要让沈云跪着求我。二爷，这图好像少了点东西。不知道你还收我粮？祖传神器，专喷黑灰。他又怎么害你了？他故意画假图，引我熊家花粮。这种人心眼太坏，留在村里迟早害死大家。你偷人家的图，还怪人家没画真？谁偷了？我买的。熊老二，你到底想说我害你，还是想承认你买通人偷图？我不管，沈云会造邪物，迟早连累牛背村。你们想想，黑风寨为什么盯上咱村，还不是因为沈云？把他交出去，大家都太平。让我走可以，我走之前把我换来的粮带走，把我教的木蜡拆走，把我找的水路也收走。熊家既然能保村，那就让熊家保。够了！偷图的是你，带黑风寨来的也是你，你还想赶谁？谁是沈云？有人告你私藏危险器物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听见没有？县衙来抓他了。告我的人可姓熊？带走沈云，沈家粮食封存。凭什么封粮？有人告沈云私藏危险器具，若查实，所得粮物也要一并登记。刘差役，我作证，他那竹筒能响，昨天还差点把我大哥震出事。这种东西放在村里，谁睡得着？刘差爷，我可以跟你走，但封粮之前总要先看证据。你还懂证据？不懂就该认人冤枉。我原是猎户，进山打猎有牌，铁匠铺给我打的是猎具，有凭条，野味换粮，有酒楼收货为证。若有人说我私藏危险器物，也请他拿出证据，不能只凭一张嘴。那竹筒呢？你那会响的竹筒呢？你说的是驱兽响筒。什么驱兽响筒？猎户进山遇见野兽，用响筒惊退。刘差爷若不信，可以问老猎户，也可以问铁匠铺，我没有拿他伤人，只在熊家上门滋事时震退他们。那你说说，我用他抢谁了？夺谁粮了？还是逼谁将睡了？刘差呀，别被他骗了！沈家昨晚吃肉，全村都闻见了。荒年吃肉，他哪来的粮？肉是沈云进山打的，粮是他拿野兔跟镇上换的。我亲眼看见他收拾野兔，亲眼看到他背粮回来。熊老二昨日带黑风寨的人来村口要粮，今日又去县里告状。他不是为村里，他是记恨沈云护住了沈家。刘差爷，老朽也能作证。熊家先上门抢人，后带外人要粮。沈云若有错，也是护家护村的错。东西我看过了，暂不拿人。刘差爷，你再吵，我先问你一个诬告扰村。不过县里还让我顺路清婚籍，封四娘明日需到村中登记，若无婚书、无宗族接纳文书，便由县里另行安排。沈云，我劝你一句，器物的事有人盯着，婚籍的事也有人盯着。明日若没说法，我只能按章办。明天我带粮来，你按我熊家的印，至少有饭吃。你再往前一步，明天登记就不是婚期，是你扰村的状纸。嫂子，怕吗？我不是怕我自己，沈云，我怕拖累你。以前是你护我，现在轮到我了。云娃子，快出来！熊老二已经去找县衙文书了，明天他要抢在你牵头，把四娘的名字写进熊家。周文书，大清早劳烦你跑一趟，这点粗粮不成敬意。按规矩办。规矩当然是规矩。四娘，别犟了，
你按了熊家的印，今天就能扛半袋粮回去。跟着沈云，他拿什么养你？靠那几只兔子？周文书，我有话说。说大禹律有兄死叔娶嫂一条，风四娘原是沈家二房，她若愿意留在沈家，县里没有强行另配的道理。你胡说！你拿什么留他？今日起，沈家所有资产，风四娘占一半，她是沈家的半个家主。不行，这不算，哪有把家产分给寡嫂的？怎么不算？沈家自己的产业愿意分，谁管得着？分家契可以记，但婚籍另算。听见没有？给他写再多纸，也改不了他单身待配。嫂子，我昨日说的话，今日还算数，但按不按印你自己定。我不会拿粮逼你，也不会拿恩情逼你。黑风寨3日后就来，他自己能不能活都不知道。你跟了熊家，至少有粮、有井、有人护。嫂子不哭，你的粮我不要，我不是货，不是谁给粮就跟谁走。沈云，我怕拖累你。不拖累，我比你大，正好。以后要是更难呢？那就一起难。不许按！熊老二，当着文书抢婚册，你是想把自己名字写到最册上？慢着，契可以写，婚书也可以立，但这婚书要他亲口承认，亲手按印。若有人逼迫，县里不认。四娘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哼，风四娘，你看清楚了，沈云给你一张破纸，我熊懒给你实打实的粮。你今天要是不按熊家的印，那就是自己不想活。风氏，婚籍非小事，你要亲口说愿不愿入沈家。他不愿，他是怕沈云才不敢说。你替他说？我是替他想。那你替你家3个婚籍上的人想过吗？周文书，这是昨日刘差爷留下清婚籍文书时，我顺手抄下的熊家户籍。熊老二名下已有3名婚籍。3个还不够，怪不得县衙上个月刚给他发了3个。你少胡说，那是县里分的，是规矩。规矩只让你安置，不让你冒名占籍。你已有婚籍，再强行抢风四娘入熊家，就是占他人户籍，冒领砍粮。熊老二，你已有婚籍，为何还要登记封氏？我是替他找活路。活路？你所谓的活路，就是拿粮逼我，把我从沈家拖走。跟着我至少不饿。我饿过。沈家断粮的时候，我喝过井水，吃过草根，可我没怕过饿。我怕的是，有一天我为了半袋粮，连自己是谁都不敢认。周文书，我愿留在沈家，我愿按沈家的婚书。这不算，沈云肯定逼他了。我问了，他答了。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按律例记你一个冒名占籍的罪过。3日后到县里补正式婚籍。多谢。云娃子，四娘，沈家这户总算稳了。沈云，婚书能护他，却护不住你家的粮税。什么意思？县里新令加征荒年保仓税，你家又是粮，怕是已经有人把名字报上去了。又出事了。麻烦吗？麻烦。不过这次刚好可以把沈家的粮变成全村的路。沈云，你家有肉有粮，还能每5天换一批回来，这税头一个就该你交。沈家的粮也不多吧？不多，昨晚肉香飘半个村儿，你鼻子瞎了？沈云，要不先把粮藏起来？藏粮是小聪明，被人挖出来就是大麻烦。你不是能耐吗？能造天雷，能写婚书，能换粮。现在税来了，你倒是造个粮出来啊！你很盼着沈家交粮？我盼着公平，全村都饿，就你沈家吃肉，你不交谁交？三爷，借村里的旧祠堂一用。做什么？立村仓。什么村仓？从今日起，我沈家猎到的野味，除自家口粮外，按份入村仓，换回来的粮账本公开。真的？账本公开？少装好人！谁知道你账本会不会造假？嫂子，你记主账。我
沈家如今你也是家主，粮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记最合适。四娘做事细，我信。每日进出粮写在祠堂门板上，谁有疑问当场问。列队3人一组，不能私自进深山。妇人老人能编草绳、晒肉干也记功，孩子不进山不守夜。存仓，那也是我熊家的。熊老二，你疯了！牛背村最大的井在熊家地边，谁家没求过我熊家一口水？谁敢跟着沈云，我熊家的井一滴水都不给。沈云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你立仓啊！没水，我看你们拿什么活？熊老二，你说的对，村仓要立，水路也要立。牛背村不止熊家那一口井。谁敢拦我，谁就没水喝。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？村仓账本，三爷点头，村民作证。你若有异议，可以说。你若再私，我就把你名字写到扰仓一栏。沈云，你以为搬几根竹子就能变出水？不能变，但能引。云娃子，你是说后山老泉眼？那点水喂蚂蚁都不够。泉眼不怕小，怕没人输。水往低处走，只要能连成线，就能进村。可那边……嫂子，村仓是根，水路是枝，根得有人守。这能有水？下面是湿的。挖吧，挖到天黑也没用。出水了！有水了！天哪！水不多，先供煮饭和老人孩子。每日取水也记账，谁多拿谁少拿，写在祠堂门板上。要喝吗？你羞辱我！不是，村仓规矩，出力者有份。你今日没出力，所以没有。水断了！熊家干的，他们这是要断全村的命！这谁扔的？还装？布条都在这儿！云娃子，这事不能轻放。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熊家太狠了，这是不让我们活！去熊家！今天必须讨个说法！不是我没砍，布条都在泉口旁边了，还不是你？谁知道是不是沈云自己扔的？是！都别动！云哥，还等什么？熊家都欺负到这份上了。打了熊家，水管就能接上。想讨说法，就先找真证据。若是熊家，我让他当众赔水路；若不是，谁挑着我们内斗，谁才是真要断牛背村的命。听云娃子的，谁敢先动手，就是乱村。看出什么了？脚印不对。怎么不对？熊家人多穿粗鞋，这脚印窄，后跟深，走路重心偏外，是常走山路的人。听见没有？不是我。你急什么？布条还没说完。有烟味，熊家衣部常有粮仓霉味，这块布有松烟味，像在山洞火堆旁熏过。山洞？有人故意丢熊家的布条，想让我们冲进熊家。咱们要是真打起来，黑风寨就不用动手，村子自己先散了。那砍管子的人还会不会来？会。今晚你跟我守泉眼。凭什么？凭布条是你熊家的，给你个自证的机会。沈云，你是不是故意整我？是。谁让你平时坏事做太多？今晚不让你蹲这儿，明天全村第一个打的就是你。算你有理。抓住了！黑风寨的人
你们寨子缺粮，可以来谈。挑牛背村内斗，就是断自己的后路。谈？胡老大要的不是粮，那他要什么？胡老大要的是你沈云这个人。不能去！云娃子，黑风寨哪是讲理的地方？要不咱们去县里报官？报官？等拆下来，什么都晚了。要我说，人家胡老大看上沈云的本事，是给他活路。去一趟怎么了？我去。云娃子，胡老大既然下请帖，就说明他暂时不想硬抢。他要我上山是想谈条件，既然要谈，我就去听听。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？他缺粮，也缺能让粮变多的人。黑风寨若只会抢，撑不过这个荒年。所以他收你入寨。那好啊，沈云要是上山当了黑风寨的人，以后牛背村就太平了。你这么盼我上山？我是为村里想。那你跟我一起去。我又没收到请帖。这是什么？买卖方案。给黑风寨的？给胡老大看的。哪张是真的？看胡老大想做什么人。他若还想抢，就一张也不真。他若想活久一点，能得半张。他若真想带寨子换条路，才配看全的。这是你哥当年进山打猎时带的。他说山里路黑，身上得有点念想，才知道往哪儿回。你带着他。好。你若天黑前不回来，我就去山口等。我一定回来。带上干粮。上黑风寨还带干粮？人家有酒有肉，怕是看不上你这点窝头。你放心，真有酒肉，我会问问是不是你孝敬的。你就是沈云？是。跟我，沈家有粮，风四娘有安生日子，牛背村也没人敢动。你这些粮够寨子吃几天？你能养寨子一时，能养一整个荒年吗？有胆。那你再猜猜，你的肉还卖不卖得进镇？胡老大，你这是请我谈买卖，还是请我看笑话？买卖？你一个村里猎户，也配跟我谈买卖？配不配，不看我住哪儿，看你缺什么。这肉不是新鲜的，外头晒过，盐也不够，最多再放2日。粮袋看着多，底下有一半是糠。黑风寨若真富得流油，何必扣一个酒楼伙计？荒年里不看戏，活不久。好，沈公子，别答应他们。杨掌柜说了，路断就断，他另想办法，不能让你落进他们手里。闭嘴！听见了吗？镇上不止一条路，我堵的是山口正道。你要往镇上送肉，必须过我黑风寨眼皮底下。正道是路，小道也是路。水沟能走人，干河仗也能走车。你堵得住1条，堵不住10条。你在教我做事？我是在提醒你，抢路吃1顿，护路吃1年。咱黑风寨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低声下气的活？抢粮高贵。你们今日抢一袋，明日别人绕路，后日路断了，你们抢谁？抢自己寨里的老人孩子？猎物换粮，我可以给你一份半真方子，能让肉多放几日。你放了伙计，3日内不动牛背村，我给你试一批。半真？你们现在也只配半真。行，我放人，但山路照堵，你的肉3天内卖不进镇。3天后，你若还不点头，我亲自去牛背村取粮。可以。3天，我考虑入不入伙。沈云，你最好真想清楚。我一直很清楚。那就别让胡老大失望。沈云卖假粮，想害全村，大家都来看，这就是沈家村仓的粮，表面是粗粮，底下全是沙。你们还信他？再信下去，明天吃进肚子就是土。你回来的正好，你解释解释，这袋粮怎么回事？今日村仓没出过这袋粮，只进1袋全边麦，半袋陈豆，出粮3次，给三爷家半升，给刘婶家半升，给列队煮粥1升。没有这袋，沈云教过我，粮袋入仓前要记3样：袋口解法、麻绳颜色、袋底补丁。这袋的麻绳是黑的，村仓用的是黄麻。袋底有双针补丁，村仓所有粮袋都是我亲手补的，针脚单线。是双针？这袋不是四娘补的，一个破袋子能说明什么？这不是村口河沙，河头发白，这沙发黄，还有苍泥味。你一个女人懂什么沙？女人不懂，家里粮袋谁补的？你里沙谁筛的？你熊老二吃饭时咋不嫌女人不懂？袋子不是村仓的，沙也不是村仓的，那这袋粮从哪儿来？熊老二，
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？我错什么？错在太急。这节是熊家粮仓常用的马蹄结，我见过。三爷，劳烦带人去熊家粮仓看看，若没有同样的袋子，我给熊老二赔礼。凭什么搜我熊家？你能拿一袋来污蔑村仓？村仓为何不能查一查来源？查！这要不是你家的，你怕什么？管什么？查粮袋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村正，村仓被诬查到熊家，开门。这是救济粮。熊家欠全村一个解释。这是救命粮啊！我家老伴儿病了3天，昨晚只喝了1碗稀的能照人的粥。不是偷的，这是我家买来的。从谁手里买的？救济粮袋官印本就不是寻常买卖，你说买，就是承认有人私卖。熊家县里拨来的救济粮为何在你家？你问他。大哥，我让你去县里打点是让你求粮，不是让你把粮藏起来。你还拿掺沙粮救巫婶子，你脑子让驴踢了！先别乱，粮袋会说话。三爷，救济粮入村该有交接册吗？有，县里差役送粮，村正签收，户户登记。新字27，新字28，新字31，中间少了29、30，少的2袋去哪儿了？说，这是全村的粮。现在有2件事：第一，官印粮袋在熊家，必须登记封存；第二，带着粮袋和编号去县里查交接册。不能去县里，为什么不能去？因为县里有人把粮拨出来，却没有送到村正手里，你怕查到你，也怕查到那个人。你到底还瞒了什么？我就是想留点粮。沈云把村仓立起来，以后谁还听熊家的？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没熊家不行。所以你拿全村救命粮做局。把官印粮袋抬出来，去县里。我也去。你留村里守仓。不，他们污的是村仓，也是我守的账，我得去。县城大人，此事县里已知，粮袋需登记查验，你们先回村等候传唤。大人，这粮袋是在熊家仓里搜出来的，村里一粒救济粮都没收到，怎么能只让我们等？核查需要时间，荒年里粮食敏感，若是没查清楚就声张，容易引起各村猜疑。大人说的对，不能乱。你就是沈云，这几日县里总听见你的名字。那大人今日正好听我说几句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想闹事，但粮从县仓出来总该有数，从谁手里出到谁手里停，少了几袋谁签了字，只要公开验粮，补足村仓，登记短爽，牛背村就不会乱。若今日粮袋被大人带走，村里只得到一句等消息，那等来的不是安稳，是猜疑。大家会猜县里护熊家，猜救济粮没了，猜以后再也等不到救命粮。大人若怕乱，今日更不能压，压下去乱在暗处，查清楚乱才有头。你在教本官？草民不敢，草民只知道饿肚子的人不怕等一天，怕等一天之后连说法都没有。这粮谁给你的？说，是县仓的吴管事。胡说八道！大人，今日不必在路上审，3日后请大人到牛背村公开验粮。熊家交出官印粮袋，县里带交接册，村里带账，少多少补多少，谁签的谁说明。 3日后，本官到牛背村核验。你把熊家害惨了！你又来干什么？我要见胡老大。老大没空。告诉胡老大，再不动手，熊家就完了。黑风寨来了。嫂子，守账箱。不是胡老大，是来石村的。齐警！有埋伏！不是说这村子只剩下恶鬼吗？二当家，还近吗？
山匪来了，抽盆枪！你早知道我要来。熊老二不敢自己咬人，只会借刀。胡老大还没点头，你就带人下山。马青，你是在替黑风寨探路，还是想把黑风寨拖进坑里？你今晚若抢粮，明日县城来验救济粮，看到村仓被抢，会怎么写？黑风寨抢官印粮，到时候官府不管牛背村，也得管县仓的脸。少拿官府吓我！我没吓你，我只提醒你，今晚你拿不到粮，还会把胡老大不想惹的麻烦带回山上。撤！退了，退了。今晚算是挡住了。下一次来的恐怕就是胡老大本人。在那之前，3日后的县城验粮，必须先赢。沈云呢？草民在。验粮吧。官印粮袋3只，编号新字27、28、31。昨日由熊家仓转入村仓，三爷、刘婶、赵老四共同签押，袋口封泥未动。这是掺沙粮用的袋子，麻绳、针脚、沙土皆可验。熊家怎么说？我熊家认补。大哥，闭嘴！官印粮袋记在熊家仓中，我熊家愿补足短缺的粮，另掺沙粮之事，熊家也愿赔村仓3倍。既然愿补，那便登记。熊家多年借井口压村，村里新水渠已立，但井仍是全村旧水源。草民请县城大人作证，熊家井口由村中轮值。沈云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！你拿水逼人时不过分，你带黑风寨穷时不过分，你拿掺沙粮污村仓时不过分。准。谢大人。谢大人主持公道。云娃子，往后村仓有事儿喊我，我家还有2捆草绳，拿来做水渠。我会补袋子，四娘，你教我系针脚。你今日赢了熊家，只是让粮回了该回的地方。可你得罪的不止熊家，镇上粮行已经知道你用肉换粮公开村仓的事了，你坏了他们的价，他们不会让你好过。又有麻烦。这次是镇上的。掌柜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站住！没看见门口的告示？看见了。看到还敢进？你们告示上写不许收沈家野味，这是肉干，不是野味。赵掌柜说了，谁敢坏粮价，谁就别想从粮行买1粒米。赵万仓，镇上最大粮行的掌柜，心比秤砣还硬。他怕什么？怕你不按他的价走。以前镇上粮价，他说多少就是多少。你拿肉换粮，绕开现银，又把村仓账公开，别的村若学你，他粮行就卡不住人了。听懂了就走。杨掌柜，你今日若收他东西，明天你酒楼的粮也断。我酒楼开了20年，还没被人这么堵过门。不收也行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尝尝。给我。香，还顶饿。这是药膳汤料，肉干切碎，加一撮，能熬一锅汤。没肉的人家也能借胃暖胃。你小子早有准备。粮行封活肉，我就卖肉干；封野味，我就卖汤料；封酒楼，我就摆门口。谁准你在这儿卖？我没卖，我送。今日前20份吃好，明日去杨掌柜酒楼喝汤。酒楼不收我的野味，只卖自己的汤。对，我卖汤，谁还能不让我开锅？好一个沈云！掌柜的，要不要砸他？蠢！县城刚验完牛背村粮，今日砸了，倒像我们心虚。沈兄弟，你这锅汤救了我半条命。不是救你，是救路，路不能断。他不是会做方子吗？去告诉小姐，让她买。沈公子，我家小姐说了，只要你点头，粮今日就能送到牛背村。以后
你也不用辛苦进山打猎，赵家给你一份体面的供奉。不卖。沈公子嫌少？不是少，不卖独家。你可想清楚，20袋粮不是什么人都拿得出来。正因为20袋粮不是谁都拿得出来，所以这方子不能只给赵家。荒年里能多存1天的肉就是一条活路，能熬一锅暖胃汤就是一口气。赵家买断，别人就只能看赵家脸色，这和赵万仓封粮路有什么不同？沈公子慎言。我说的是买卖，你若愿按份合作，赵家出车队，杨掌柜出铺面，牛背村出肉干和汤料，账公开，利分明。你若只想独占，就请回。账公开，利分明。你知道拒绝赵家会得罪谁吗？知道。那你还拒绝？我拒绝独占，不拒绝合作。20袋粮确实容易让人心动。我心动，但心动不代表手要乱伸。你这人说话倒不装清高。清高不能当饭吃。那什么能当饭吃？稳定的路，公开的账，大家都能活的买卖。我可以用赵家车队换分成。小姐，但我要看第一批货，肉干、汤料、账本，我都要看。可以。若账不清，我立刻走。给赵小姐送去吧。这是给你的。我不饿。你刚才只喝了半碗。你看得到戏。赵清河是买卖上的人，我也没说他不是。我跟他只是谈车队和分成。我没有多看他。谁问你这个了？我觉得你想问。沈云，你以前傻的时候话还没这么多。以前是真傻。现在呢？现在只是有时候不会说话。喝了。明天还要去镇上查赵家粮，你得有力气守账。是。你总往山里镇上跑，衣服破了也不知道补。别误会，我是怕你穿的寒酸，丢沈家的脸。嫂子。这比赵家的车队值钱。少屁！云娃子，四娘，赵家马车到了。赵家粮仓少了300室。账上最后签收的人写的是牛背村沈云。胡说！我也觉得胡说，所以我来了。不是他的字。你这么肯定？你每天写村仓账，我看得多。字可以仿，粮却是真的少了。沈云，你若查不清，赵家内部会把这笔账扣到你头上，我父亲也会借机断掉合作。那就去查。现在？现在。你也去。签名能仿，账不能乱，我要去看。沈夫人倒是厉害，赵小姐也不差。沈云，昨日我赵家好心与你谈合作，今日粮就少了，你说这是不是太巧？是巧。你承认？我承认有人安排的太急，漏了破绽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签名。字像，但纸不对。前面几页是旧纸，边缘发黄，吸墨慢。这一页太新，
墨浮在面上，像是后来补进去的。300刀粮不是人背走的，要用车。赵家大车车轮宽，这里却有2条窄轮叶，像是外头的旧车。查昨夜出入车。清河，家丑不可外扬。粮都没了，还怕丑？赵家粮袋用的是3股麻，这个断口是2股，和熊家黑麻袋很像。你们牛背村和熊家的事儿，别往赵家扯。赵掌柜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。不是外人抢进，是里面有人开门。所有管事，把昨夜值守名单拿来。赵忠，昨夜你值后半夜。是。可有人出车？没有。你鞋底为什么有黄泥？雄尼司窟外那条路才有这种黄泥。赵忠，他跑了。跑不远。你家后门外有几条路？3条。去最窄那条。他既然用旧车运粮，就会去找车。追！熊家买走了赵家的粮。不是买，是有人替熊家转走粮，再把账扣到我头上。你们以为抓住我就完了？我背后的人，你们惹不起。那就让他出来。柳青娘，北沟村人，医护。赵忠，你怀里为什么有别人的户籍器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一个粮行2管事，身上带着医女户籍器，你说不知道？捡的。捡的东西还用油纸包3层。胡闹！赵忠私藏户籍，和赵家无关。父亲，粮仓是赵家的，赵忠是赵家的2管事，现在户籍器从他身上调出来，您一句无关就能无关？你要在外人面前拆赵家的台？不是我拆，是有人拿赵家的仓、赵家的车、赵家的名做见不得光的事。小姐，我也是被逼的。那柳青娘会看病，会认药。黑风寨那边有人受伤，要药材账，我只是帮着跑腿。不是捡的了。柳青娘在哪儿？户籍器被扣，她走不了。她既替你们做药材账，就必然在镇上药铺、粮行、车队之间。赵小姐，查赵家名下空院。去查。镇北一间旧药棚里确实关着一个女人。清河，此事不宜闹大。人被扣着还不算大。赵忠死了？没死，只是供出你了。他那种人，活着比死了会添麻烦。你是柳青娘？你们想要什么？药方、账本，还是让我替谁看病？我们来还你户籍。赵忠借你做药材账，替黑风寨送药。我要知道这条线，也要救你出这个棚子。救我？你们男人说救人，最后多半是换个地方关。那就让四娘跟你谈。我不问你愿不愿信他，我只问你愿不愿先拿回自己的名字。你若救我，黑风寨会先找上你。他们已经找过了。我能救人，但我不卖命。
没人买你的命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进牛背村医仆。医仆？荒年里，伤寒、坏凉、山伤都会要命，村里需要一个懂药的人。我凭什么去？你的户籍由赵小姐作证归还，3爷给你落临时居籍。医棚按工分分粮，药材入账，诊治有策。你救人，村仓养你。医棚账我来记，你不欠沈家，只和村仓结账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我进村之后被人说闲话。我从前守着沈家那个不太清醒的舒儿，闲话听得还少吗？走吧。还有一件事。说。黑风寨有人受伤不轻，赵忠送的药多半是给那人用的。胡老大？不是，胡老大若伤了，黑风寨早乱了。药单里有止痛、接骨退热的药，像是寨里一个重要头目。马青？我没见到人，只见过药单。可药单上有一味药，镇上没有，是从赵家药库出的。赵忠拿的是你的印牌，我的印牌3日前丢过一次。先回村，医棚立起来，再查药械。这就是医女，能看病，要不要很多粮？医棚入村仓账，看病用药该多少写多少，谁再乱问，就自己去山上挖草药。你刀护短，不是护你，是护医棚。好啊，荒年里药比粮还难得。我留。不好了，村口好几个人吃完粥就倒了，说是村仓粮有问题。去看看。是云害我们！我早说了，村仓不干净，沈云拿大家当食粮的。闭嘴！人还没看你就定罪？哼，还用看？吃了村仓粥倒下的，不是粮有问题是什么？让开！想救人就让开，想看热闹就继续堵着。不是毒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，是没粮混入，吃得少难受一阵，吃得多才会倒。今日粥用的是昨晚新入仓的半袋陈粮，听见没有？新入仓，沈云收了坏粮。谁送的？镇上粮行用来抵赵家短账的一袋。赵家送来的，不是赵小姐的车，是粮行伙计说赵家补账，先送半袋过来。我没派人。有人故意送坏粮进村仓。说来说去，粮是你收的，村仓不是你管的吗？烧热水。人没大事，但这粮不能再吃。看吧，跟着沈云，有粮也不敢吃。熊老二，你今天来得很快，村口出事，你从村西熊家路过到村口，比留神喊人还快。我路过。镇上谁最想让村仓坏名声？赵万仓。若是赵家人送的，我给村仓赔粮；若是有人借赵家名义送坏粮，我也会查清。不用等。这是我父亲的私藏。你可以走，走了就说明你知道这袋粮从哪儿来。这粮用姜草熏过，想遮味，
江草站上只有2家药铺有卖，一查便知。一鹏第一天正好立个规矩，买姜草的人是赵万仓的心腹。坏粮，荒年里能吃就不错了。你们挑3拣4，是还没饿够。你拿坏粮毁村仓，还想说自己卖的是活路？沈云，没有我的粮票，你们1粒粮也买不到。一夜之间全作废。粮行说要换新票，可新票只认赵万仓的印，咱们手里的1张都不收。掌柜的，没粮，汤锅明天就开不了。赵家主仓还有粮，但父亲锁了票口，没有新票，车队也调不出粮。他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。那就不用粮票。不用粮票，用什么？用东西。牛背村有肉干和药草，杨掌柜有铺面和客人，赵小姐有车队。镇南盐铺缺肉，布庄缺盐，种子铺缺布。肉干换盐，盐换布，布换种子。对，可中间差价怎么算？公开记账，每换一手，计数量，不计虚价，最后按实物折算。布庄老板常来我这喝汤，我去说。嫂子，账能不能记？4本账都记过了，再多1本也不怕。不过这账不能只我一个人看，每个铺子都得留副本，正该如此。药草也能换。坏粮之后，镇上怕闹肚子的人多，艾草、姜草、陈皮都能入汤料，别卖贵，换盐和布就行。一鹏也入账。热汤先上，账后汤记清楚。这价怎么算？肉干3斤换粗盐1斤，粗盐2斤换麻布1匹，麻布3匹换春种1斗。账在墙上，自己看。这么清楚？不清楚就会被人卡脖子。来啊！他们绕开粮票了。赵小姐的车队也在其中。他是要反我。春豆3斗，素种2斗，菜桃半斗。不好！春播的种子。这可是种子啊！粮没了还能熬，种子没了，明年吃什么？看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干的。别哭。云娃子，这还能活？能救一部分。四娘，系袋鼠，刘青娘，配草木灰和干艾草，先防霉。赵小姐，让车队查路上停过哪几处。三爷，找所有干净竹柄，烫透的挑出去，不能混。半熟的是脆芽，外湿内硬的立刻摊开阴干。啥叫催芽？就是看他还肯不肯活。明早看牙。
能活，能活，能活的不多。从今日起，所有发芽种子集中育苗，先育再移，不许浪费一粒。育苗盘也记账，谁家领几株，何时移栽都写，坏掉的也别扔，沤肥，但没了的单独埋，别混进田里。查到了，车队在旧茶棚停过，有人看见熊老大的手下从后窗进去。又不是我，我还没问你。不是我，是熊老大让我干的。种子坏不坏不重要，县里要收你们的地，地都没了，你们拿什么种？今年没种，是没种子，不是不要地呀。早说了，跟着沈云没好下场。这不是只收荒田，还有欠粮契。这些契书在哪儿？镇上粮行备册，明日县城来村和田。你问也没用，白纸黑字，按了手印儿，欠债还粮，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之前，先看合不合律。三爷，今晚把所有欠粮契的副本找出来。好。谁家的地在名单上，今晚都到祠堂。怕没用，哭也没用。契书若合规，咱们想办法还；契书若不合规，谁也别想拿半张纸抢地。这里面许多利息确实高得离谱。不是高，是不合律。契上写借粮人亲自按印，可这户老人说那天他病在床上，只有他侄子去过镇上。这里日期不对，文书还没下，赵家已经写了荒田折抵。合规的，村仓先垫粮，保地春耕，求后还村仓。利息不合律的，联名重验；案均有疑的，单独告。村仓垫得起吗？垫不起也要垫。地没了，村仓就是空仓。我来算能垫多少。沈云，听说你查了一夜，请大人重验契书。重验可以，不过在验别人之前，先验沈家的。沈家兄长死前欠赵家粮112斗，逾期未还，沈家地也在我手里。风氏，这手印你认不认？白纸黑字，手印在这儿。沈家自己也欠粮，还装什么救全村？先保住自家地再说吧。嫂子，你守住了。可这契会说谎。沈云，你说话小心。大人，草民请验3处。说。第一，日期。这日子，沈山病重在床，村里许多人见过。病重也能按印？能。所以看第2处，地点。若病重之人亲至粮行，必有人见过。赵掌柜可有见证？自然有。第3处，印泥。给铁匠看什么？沈家兄长死前那几日，家中药罐、柴刀、门栓都是老铁匠送修。他见过沈山的手。这印不对，你一个打铁的懂什么？我不懂气，但我懂手。沈山那时病得厉害，右手虎口烂过一块，按出来的手印，虎口处该缺一角。这枚满的，那日沈山没出门，
我能作证。三爷年纪大了，记错也有。我记得那日四娘来我家借浆，沈山就在床上咳得厉害。我也见过，赵家粮车那天倒是进过村，可没见沈山上车。一个人会记错，3个人也会。赵掌柜，这契书见证人是谁？不用纠查，契尾写着2个见证：赵忠、熊老大。我记不清了。你记不清没关系，明日到县里，当着县令慢慢记。沈云，你以为有几个村民开口就能翻赵家的气？我只知道，假气不能收真谛。好，你要证人，明日我让证人全改口。到时候我看你还拿什么护沈家的地？沈云，人证呢？刘神，四娘，对不住，我家老头子还等着粮救命，我不能把全家搭进去。看见没有？荒年里谁给粮，谁说了算。拿回去吧。别怪他们，他们不是改口，是被粮压弯了。说的好听，可没有人证，你拿什么翻气？物证。这张沈家旧债契用的只是府城纸坊去年的纸，可契上日期是前年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，这种纸赵家是去年冬天才从府城进的，前年没有。清河，父亲，假契若不接，赵家以后每一张契都没人信。印泥里掺了松浆粉，这是赵家粮行去年才换的新印泥。前年沈山病重时，赵家用的是朱砂泥。契上写沈山亲至赵家粮行，可那天赵家粮车确实进了牛背村，车夫签的是送粮入村，不是接人出村。大人，人证会怕，纸不会怕。粮能压弯人，压不弯时间。你非要把事情做绝？是你把人逼绝。沈家旧契暂缓执行，所有归并契书重验。拿回去救人。可我活着比作证重要。送去黑风寨。写什么？沈云必须消失在牛背村。沈云还没回来，我等。他身后那个马青，肩膀不对。你说的黑风寨伤者是他？多半他们缺药，再拖2日，那条胳膊就算保住，也扛不了重物。沈云，胡老大，你比我想的能折腾，熊家压不住你，赵万藏也压不住你。他们压的是活路，不是我。说的好听，可活路这东西，谁拳头硬，谁就多一条。
他出粮，让我动你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换个价，交出你的列具和保粮法。以后牛背村我不动，沈家我也不动。我要是不交，那就看黑风寨想不想动。你今日带的人少，不是来打的。继续。你缺粮，缺药，还缺一条能让黑风寨不被官府盯上的路。赵万仓给你粮是一次，你抢我列具是一时，可山上那么多人，能靠一时活多久？你想要保粮法可以谈，想要护路缴费也可以谈，但要垄断不行，要拿牛背村当软柿子更不行。你想让黑风寨给商队看路？不是看路，那是什么？换身份。你们现在抢一车粮，得罪一条路，若护一条路，能吃一整年，账公开，缴费定死，丢货赔，伤人罚。你不再是山匪，是护路队。胡说！黑风寨兄弟跟着老大，不是为了给人当狗。那你想让他们饿死在山上？沈云，你胆子大，话也毒。荒年里，好听的话不救命。沈云，让胡老大退开！你害云娃子的时候，咋没想过今日？赵掌柜，你信里不是写只要我动沈云，粮随我挑吗？我现在挑这几车，不算过分吧？胡老大，那是误会。粮车到手，咱们上山够吃半月。沈云，你不是要护粮路吗？现在粮路就在这儿。你的粮也配让沈云护？沈云，这批粮若丢，赵家车队就散了。车队一散，盐部种子那条路也断。这几车粮是卖高价的，还是交气的？什么？若是卖高价，我不救；若是交临镇已定的平价粮器，我救的是路。是平价器，账在我这里。好，救粮可以。今日起，这条路的车队账公开，赵家不能再用粮票卡牛背村，你答不答应？你趁火打劫！你也可以不答应。哼哼，我答应。你的人堵车头，马青在右侧，左侧山沟空着，看似能抢，实际一旦车队往左散，你们要追就会拉长。村口木栅和牛背村青壮在后，你们抢得到第一车，带不走第三车。我让赵家车队前两车空带压顶，后两车才是实粮。你若抢前车，只得空带；你若追后车，就会被拖进干沟。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赵家车队从镇上来，我就让人传了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沈云！退！老大，我说退！沈云，今日多谢，但你刚才逼我答应的事儿，还回镇上商量。刚脱险就翻脸？买卖归买卖，救命归救命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可以，不过你刚才答应的话，赵小姐、胡老大、三爷，半个牛背村都听见了。我已经继承临时约书，你若回去不认，我明日就把它贴到镇口。哈哈哈！沈云，你这人真损。所以，护路队的事要不要谈？掌柜的，不好了！县衙来人，说有人告沈云勾结黑风寨。沈云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凭什么？有人呈上书信，说你与黑风寨私下往来，借护路之名，行分粮之实。沈云，我本不想把事做绝，可他今日当着众人的面和胡老大谈价，谁知道他到底护的是路还是护黑风寨？赵万仓，刚才是谁求沈云救粮车？我求他救的是粮路，不是让他和胡老大称兄道弟。差爷，云娃子是为了救粮车。他若真和黑风寨一伙，刚才还救赵家的粮做什么？我只负责带人，案子到堂上说。你不能去。我不去，他们就会封沈家，封村仓。那我跟你去。我不在，村仓不能乱。赵万仓想抓的不是我一个，是牛背村刚立起来的账。我去县里作证，我去药铺找账。赵家那封信
纸墨未必干净。我去找伙计，黑风寨扣过我酒楼的人，他能证明沈云是去谈救人，不是私下分粮。老朽也去。走吧。沈云，你说过会回来。我说话算数。沈云，有人告你与黑风寨往来，私议良禄，信中还有你的署名。草民要看信。哼。你认不认？本县还要查封牛背村村仓。查封村仓。沈云，你若认了，或许还能从轻。我不认。好，明日堂审传证，若证据确凿，牛背村村仓也要一并查封。你做梦！车队和纸张来源定有线索，墨迹的深浅藏着时间的秘密。村仓的账，我替乡亲们守着。证据确凿，信上写沈云愿以牛背村村仓3成粮换黑风寨户禄，署名沈云，落日为期。沈云，这些字像不像你的？沈云狡诈，如今信在这里，人也在这里，还有什么好辩？有。民妇封四娘，请验字。你会验字？民妇不会验天下人的字，只认沈云的字。夫妻作证，如何可信？你伪造别人的字，当然怕最熟的人看。呈上来。沈云写云字，最后一笔会收回去；写梁字，米旁第2点偏短；写禄字，足旁会略高。这3封信前面仿得像，后面急了。尤其是这句村仓3成粮，梁字第2点过长，不是他的习惯。这信纸熏过艾草，想压住霉味。镇上这批艾草纸，只有赵家药铺上月买过。赵家药铺确有此项。赵清河，父亲，赵家的账不能替假信遮收。还有墨，沈云常用的是村中松烟墨，味淡；伪相用的是赵家粮行的油烟墨，掌柜桌上就有。3封信送到黑风寨的日子，我人在牛背村验种，那日唯一上山的是赵家2管事余党，借送药为名。赵万仓，你怎么说？这些都是串供。若是串供，为什么每一份账都在不同人手里？赵掌柜，你要不要说，我们所有人都提前知道你会拿假信告人？赵万仓，伪信一事重查，沈云暂不定罪。但黑风寨户禄之意仍属敏感，沈云不得私自再与黑风寨往来，赵万仓也暂不得离县。你以为赢了？至少今天你输了。哼。胡老大呢？你若见他，今晚就走不出这庙。你是谁？苏婉娘。我以前替黑风寨管账，后来不肯继续做假账，被赶下山。胡老大让你来的？不是。那信？我借他的名送的。你胆子不小。胆子小的人在黑风寨账房活不过3天。送信的是山寨旧账童，欠过我1碗饭。胡老大未必不知道我借名，他没拦，是想看你敢不敢来，也想看我能不能把你拉到桌上。他也在试你。他在试所有能让黑风寨下山的人。父亲从前是府城粮铺老账房，查过短秤，接过假仓，最后被人赶出府城。临死前他只教我一句话：账会骗人，秤也会。粮铺账、山寨账、官仓账本质都一样，
只要有人想藏粮，就一定会在数字上留尾巴。赵万仓和黑风寨来往的账，一半在这里。为什么给我？因为我想活。赵万仓想灭账，胡老大想保债，两边都不会留我。你若能把村仓账做公开，就有可能把我这半本账变成护身符。你倒看得透。看不透的人早饿死了。你信我？你信我吗？这是牛背村村仓账，进粮出粮，一棚护路车队，能看的都在里面。你把账给我看。你是账房，给你看人品，不如给你看账。你这账有漏洞，所以需要账房。你想收我？不是收。那是什么？请你入村仓账房，按公正分粮，账本公开。你若想走，提前交接。你对每个人都这么谈？对愿意按规矩活的人，是。另外半本在胡老大的枕下。为什么只有半本？半本保命，全本要命。赵万仓的人，走，我跟你走。黑风寨和赵家都会盯上牛背村，他们本来就在盯。希望你的账比山神靠谱，至少他能短数。列队昨日出3人，回2只兔，公分却按3只兔计，谁记得？我记得。那日还有1只野鸡没入肉账，入一棚汤料，那就该写转入一棚，不该空着。改。水渠账，主管损耗3节，补料从村仓杂物出，没写谁领，我领的，那也要写。你是不是故意挑刺？账就是刺，现在不扎自己，日后就扎命。很好笑。不好笑。你嘴角没压住。你也有问题。我？村仓许多人情账都是你点头放的。刘婶家病人多，多领粥，合理，但合理也要写原因。你不写是怕人难堪，可账上不写，日后别人只会说你偏心。牛背村现在不是一家一户过日子，村仓、一棚、水渠、列队、车队全搅在一起，再这么混账，迟早出事。那该咋办？分房。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账房分工。护粮队一房管守夜护路，一棚一房管药材和病患，仓账一房管进出粮，列队一房管山货和肉干。4房分工，不是分人，是分活路。好，以后谁做什么，谁领什么，谁担什么，一清二楚。还缺规矩，每房一本主账，一本副账，3日一核，10日一公示，谁私拿谁补，谁作假谁出局。我不认字也能进吗？能。你会补带，进仓房。你会熬家汤，也能帮一棚。我也能算一房的人，能干活的人都算。你再看看，好多了。哼，你夸人像骂人，我骂人更难听。你兄长的死，真是病死吗？你说什么？这笔旧粮债日期在你兄长去世前7天，赵家账上写沈家借粮1担，实际村仓救济里却写只收到3斗。他病得重，那年冬天又冷，家里没粮没药，当年的药包纸、药方残片还留着吗？药包纸、药渣埋进土里1年，早烂得分不清了，上面常会留药粉、药铺印、包药人的折痕，若再对上药铺旧账，能看出当年少没少药。我来。我来。
少了一味药。这方子若按完整药煎，不一定能治好，但能拖。少了主药，药性就散了，只剩苦汤。也就是说，我哥不是病突然恶化，至少药有问题。那药是我求熊家帮忙从镇上带的。赵家账上那笔粮债也不对，是我没看住，我那时只想着有药就好，有粮就好，我不知道他们会连这个也动手。不是你的错。我守了沈家1年，我以为我守住了，可你哥当年……如果真有人动了药，错的是动手的人。要查，就得查当年的药铺账，熊家跑腿人，赵家粮债，还有黑风寨。我在黑风寨旧账里见过沈家的名字，不是抢粮账，是拦路账。拦谁的路？还不确定，但那几日有一笔赵家给黑风寨的银，备注是药路。如果那笔银是为了拦沈家的药，云娃子，你哥死前曾托我去县里告过状。他告什么？告熊赵二家合谋吞粮。他那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后来呢？沈山告的是救济粮和债契，赵家那时就开始用假契吞地，熊家替赵家在村里压人。黑风商旧账里那笔药路，时间更好在壮之地出后择第3日，也就是沈山病势加重前。药是熊家人带回来的。熊家跑腿人，赵家药铺账，黑风寨药路账，县里收状记录，4条线，一条都不能断。沈云，我没事。你有事，你可以生气。我当然生气，可我哥当年就是因为查到了东西，被人逼到绝路。我若只会发疯，那就是让他们赢第2次。沈云，你又想干什么？问1年前谁替沈家取过药？我不知道。沈云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欺人太甚。熊老大，沈山病中少的那味药是谁拿走的？我听不懂。黑风寨账里有药路银，赵家药铺账里有缺药记录，沈家药包纸上也少了主要残粉。你听不懂没关系，县令听得懂。大哥！他要去黑风寨，让他去。不追。熊老大若真清白，不会逃。若他逃去黑风寨，就说明黑风寨有他要找的人，也有他怕我们找到的账。现在轮到你说了。熊老二，梁景丈。什么梁景丈？我没有。熊家这些年用景换粮，用粮换荤籍，用荤籍冒领口粮，你说没有账，那就是全凭你嘴技。那都是我大哥管的。账在东屋墙洞里。你疯了！我早疯够了。县里给我们的口粮，熊家只给半碗，剩下的都拿去换人情。闭嘴！你吃熊家的，住熊家的。我吃的是县里按荤籍发的安置粮，不是你熊家施舍。东屋不止梁景丈，还有荤籍名册，
熊家冒领过人头粮，你们都反了！三爷，开账。井水账、粮账、婚籍名册，还有旧年往来。这里有药材记录。那不是我写的，是我大哥，都是我大哥。谁送药回沈家的？我只是送回去，我不知道那药少了。我那时还谢过你。这里还有一册。婚籍名册。白纸。白纸是谁？册上写，白纸已分配到熊家，领粮3月。可熊家哪有这个人？熊老二，你们拿一个不存在的人，领了3个月口粮。不是不存在，他在破庙。哪座破庙？西沟。换上再去，庙里不像院里。你是白纸。熊家让你们来的。熊家把你登记成他们家的人，领了3个月口粮，可你人却在破庙。原来我还值3个月粮。你怎么到这里的？北边逃荒来的，会纺线，会织粗布。到了镇上，熊家说能给我落户，给我粮，结果户籍被拿走，粮没见着，人被赶到破庙。不止我，他们也一样。登记的人，粮被别人领。你若愿意，跟我们回牛背村，户籍账公开，工程分粮。你会纺织，可以入工坊。换个地方给你们干活，你也是这么被他说服的？我是先被他护住，后来才知道女人也能站到账本前。我从前被扣在药棚，现在管医棚。我从前替黑风寨管假账，现在管真账，还能骂人。真有粮吗？不白给，能做事的记功，不能做事的先救命。账公开。公开好，公开就好。破庙里冷，我拿旧衣拆线织了几块带布，针脚粗，但装粮不容易裂。村仓正缺粮袋，若有麻线和旧布，我能带人做，一天做不了静谧衣裳，但粮袋、纱袋、药包袋都能赶出来。那就先从布袋做起。你不是被人写成吃粮的人，你能替大家守粮。熊家每次领粮，我都偷偷记了，领了多少，谁送来的，谁签的。这不是熊家自己的账。真正冒领粮的人不在村里，在县仓。县仓造假。县仓主簿呢？去取种账了。这白纸是逃户，熊家帮他落籍，领粮暂管，也不算大错。暂管？我在破庙饿了3个月，你说暂管？灾年流民混杂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名？名册上有白纸手印，白纸本人可当场按印比对。县仓每月按157口出粮，牛背村实际只收到127口的数，甚至还短。多出来的粮去了哪里？不止牛背村。你什么意思？若有人敢在牛背村多出30个人头，就敢在别的村多出50、100。沈云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知道，我在说荒年里有人用不存在的人吃救命粮。封县仓总账。大人，
若封账，几个村的发粮都要停。不封，粮一样到不了该到的人手里。大人，何事？献仓主簿不见了，他桌上只留了这个。大人，主簿掌献仓多年，若真牵出大案，恐怕几个村都会动荡。如今荒年，最怕人心不稳。大人，你又想说什么？不清账才会乱，怕的不是乱，是怕大人用乱这个理由停查。账房最会吓人，账越烂越说不能查，一查全乱，不查就全烂。你倒敢说！我从黑风寨出来的，说话一向不太中听。找人。是。胡老大，他抓了主簿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有人把主簿送上山，借黑风寨的名藏人。胡老大手里有另外半本账，主簿若真在山上，他是想把献仓账和山寨账放在一起谈。赵家车队可以送你到北山脚下，我不是让他去送命，只是现在主簿不出，献仓黑账就断一半。这次不只是去见胡老大，那是去看一场更大的买卖。胡老大会狮子大开口？会。你还去？不去，主簿和账都断；去了，还有机会把黑风寨从赵万仓手里拆出来。我不拦你，但这次你不准一个人把所有事扛在身上。好。老大说了，想见主簿可以，拿沈云一人换主簿一命。沈云，你还真敢来。主簿呢？活着。能说话吗？他当然能说，只是他一说，县里很多人都睡不着。那就谈。你凭什么做？凭你黑风寨粮草账撑不过1个月。你胡说！粮仓3处食粮不足70杆，寨中老弱不下60人，青壮30余人。照现在吃饭，20日后就要断。若再抢一次粮，官府盯上，你们连20日都没有。苏婉娘给你的账不会自己说谎，他背叛黑风寨，他不肯替假账送命。主簿下山，县令公开审账，黑风寨交出赵万仓雇佣凭证，换一次改编护路队的机会。以后过山车队公开交缴费，黑风寨不得抢粮，不得扣人，缴费入账，损货赔偿。凭你们的孩子也要吃饭。沈云，你这张嘴比胡啸雷还响。想没用，能活才有用。胡老大，别信他！他查沈山的死，笑话！沈家兄长真正的仇人就在他身边。沈云，你敢不敢问问风四娘，当年她为了粮去熊家求过什么？你怎么上来了？让他进。风四娘，你敢说吗？当年沈家断粮，你是不是去熊家求过粮？是不是跪在我家门口求我们救沈山？沈云，你看见没有？你护着的人当年为了粮，什么低声下气的事儿没做过。你哥的药也是他求我们带的，我求过，听见没有？断粮，沈山病重，沈云那时还傻，我去熊家门口求粮、求药、求人带话去镇上，我低过头，也跪过，可我从没卖过沈家，也从没答应过熊家任何不该答应的事。你们给我3斗糠粮，让我记一时债，你们替我带药，少了主药，
你们说是救命，实际是在等沈家倒下。你胡说！药方完整，应有9味，沈家药包纸上只残了8味药粉，缺的那味主药，镇上药铺账里写得清楚，当年已包入药中。药路上丢了也说不定。所以问你，你手里这个旧药包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沈家的。沈家药包用粗麻纸，你手里这个是赵家药铺油纸，你连栽赃都不舍得换纸。熊家旧账写着代沈家取药，扣主药1包，余药送回。熊老大，你自己家的账要不要也说是风四娘写的？嫂子，你没错。胡老大，你认识这味药？这药当年是我派人送的。但我送的是完整药包。赵万仓给过我一笔银，他说有一批药和粮要从镇上过山路，别让东西按时进村。我当时只以为是商户斗气，荒年之前这种事儿不少，拦1天2天，给对方添堵。这是当年赵万仓雇我拦药路的凭据，木牌背后有赵家暗印，还有银数。和半本账对得上。现仓黑账，你能不能说？我能说，但我若说了，现仓至少3年账都要翻。那就翻，会牵出很多人。钱吧，黑风寨手里的账也交。老大，马青，我们抢了这么多年，抢到什么了？寨里孩子吃糠，兄弟们替赵万仓卖命，最后他还想借官府和黑账把我们一起埋了。你说护路队，我答应谈，但有一条，说寨众下山不能被当成牲口使，也不能全按肥公开审断。公开审断，抢过粮的赔粮，伤过人的按律认责，老弱妇孺入安置账，能做事的进护路队，账公开，县令盖印。只要你交账，就不是你一个人扛。放主簿下山。啊！有人点了粮筐，还冲着账房去了。郑香，都别乱！账箱在哪儿？粮仓后面的小账房。路，左边小道能绕过去，但窄。马青，带你的人守粮仓门，先把没烧到的粮搬到空地。四娘，带主簿和账册下山，别回头。不行。嫂子，主簿和账房比我手里的任何东西都重，你带他下山，就是在救我。你答应过我，我记着。你不认路，那你带路，别逞强。账箱位置，东墙下。这是黑风寨主账。那是什么？旧案账。赵家的人。想跑？别打，留活口。你救的是我的粮，我救的是账和人，有区别。有，粮能让你们活几天，账能决定你们以后怎么活。黑风寨愿下山，接受改编护路队，不想下山的可以走，但从今天起，黑风寨不再替赵万仓抢粮、拦药、藏账。改编不是一句话，没沾过捞人命、没抢过救济粮的轻壮，暂编护路队，挂木牌，记公分，设抢粮、伤人、藏账的人，逐名登记，赔粮服役，等县衙审断。谁敢漏名，整寨作废。你这是把我们往衙门口送。不上账，你们迟早被别人当刀用；上了账，至少知道该还谁，该怎么还。照你说的办。熊老大跑了。带2个腿快的，远远追着他，去见谁往哪儿躲，都记下来。他跑得越急，越会把最后的人引出来。没有我，县里粮路就断。拿证据。黑风寨暗账，
赵万仓雇黑风寨蓝药路赌粮车藏主部，共计银数12笔。沈家旧药方，药铺出药完整，熊家送回缺主药。沈山死前地状，告熊赵二家合谋吞粮，状纸未审，收据尚在。熊以我和刘明户籍冒领仓粮，现仓账上多出30个人头。你再说一句暂管，老头子我当场问你，暂管到破庙里饿死人吗？赵家二管事转粮给熊家，伪造沈云签收。酒楼伙计证人也都在。赵万仓雇我蓝药路的凭据。现仓黑账是赵万仓和吴管事牵头，我收过粮行好处，替他们补名册做熊赵两家。你们串通！一个人证可以串通，2个人证可以串通，账本、车辙、药方户籍、粮袋编号、暗印木牌，全都能串通。赵万仓大人，荒年粮路不能乱，赵家若倒，县里买不到粮。赵家车队、粮仓和铺母，该赔的赔，该还的还。你这个不孝女！赵万仓名下粮行暂封，账册清查，侵占粮地归还，冒领救济粮补充村仓。赵家车队与粮仓暂由赵清河交账代管。熊老二冒领强粮，扰乱婚籍，引山寨入村，藏证收押待审，不得再回熊家。县城交出粮物印，暂离粮仓职权。胡老大及黑风寨交出账册，暂入户路改编名册，待审后定责。老弱妇由安置，未涉重案轻状，事编户路队；涉抢粮伤人的，赔粮服役，逐案审断。沈云，你以为赢了？你以为县里最大的粮商是我？府城秦万勋到了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粮路。大人，府城粮船到了镇外，船头挂的是秦家的旗。沈云，真正的价码现在才开始。有粮了！府城来的粮肯定比赵家多。秦某听闻贵县灾情，特从府城调粮而来，平价入县，救民为先。秦掌柜大义，还是府城粮商有良心。这位就是沈云，久闻大名，牛背村肉干、一棚药草、布袋护士，秦某在府城都听说了。秦掌柜消息很快，做粮路的人耳朵总要灵些。秦某此来不止卖粮，还想和沈公子做一桩长久买卖。沈公子，你缺船，秦家有船；你缺府城门路，秦家也有。签了这份契，牛背村立刻能得300镇粮。先给秦家，就是别人拿不到，就只能买秦家的。秦掌柜这算盘比赵万仓拨的响。账房姑娘说话爽利，可荒年里散卖不如统卖。秦家有大路，能把东西送得更远，送得远，然后价由秦家定。沈云，300镇粮啊！先签了救命不行吗？秦掌柜又不是赵万仓。沈公子，秦某不急，你可以享一夜。不用，牛背村吃过毒家的亏，不吃第2次。那明日粮价如何，可就不是秦某一人说了算了。这什么粮？只卖给签约商户，没有秦家契书，一粒不卖。昨天不是说平价吗？牛背村有村仓，当然不怕。他自己不缺粮，就挡着我们活路。这些人有没有良心？当初没村仓，他们喝的粥从哪儿来？字是同一批人写的，纸也一样，不是百姓自己骂，是有人雇人骂。这种纸府城商队常用，便宜薄，适合一次写很多。骂我就算了，还说我卖假药。今日一棚不收钱，专治被流言气得肝疼的。现在怎么办？他们是想让所有人都来逼你签契。先稳人心。怎么稳？公开价格。牛背村粗粮余多少，肉干余多少，一棚药草余多少，护士换价多少，全在这里。谁说我们囤货？自己来看。真写这么细？我们卖给杨掌柜的肉干，每斤换多少盐，盐换多少布，布换多少种子，都写着，没有一笔高价粮。秦家今日粮价，赵家旧粮价，牛背村护士折价，3价对照。这边是秦家的价，翻倍。这里是牛背村护士折价，没涨。谁抬价？看眼睛，不要看嘴。坏粮吃多了的，过来领汤，不要钱。秦家若真平价救灾，为啥只卖签契的？掌柜的，沈云要办公开交易会，说粮、肉干、药草、布匹、种子全挂牌，不许按价。哼，他想把小摊做成市，盐铺、布庄，还有几个外村卖山货的，都答应去，让他们去不了。还办吗？办。年轻人见过空摊，
就知道梁路不是喊几声公开能撑起来的。掌柜的，要不要现在派人去谈？他撑不了半个时辰。再等等，让百姓先急。怎么才这么几个摊儿？不是说外村也来吗？没货还开什么交易会？时辰到了，开市。护路队送货，按牌价，不抢不压。买不买先不说，先喝汤。坏粮伤胃的排队，药汤不收钱，记名。谁再说牛背村卖假药，先把账看完。买卖双方都签名，不认字按手印，按价不计，赊账写明还期。赵家车队今日不卖粮，换汇。谁有山货、草药、手工，按公开价换。掌柜的，他们没粮也能换？他们不是没粮，是把粮从唯一的秤上挪开了。粮是硬通货，可一旦盐、布、药、种子、劳力都能公开折价，秦家的粮就不再是唯一的命门。我们还能挂摊吗？价公开，账公开，就能挂。去牛背村交易的路，护路对护，谁断路，记命报县。好一个沈云！掌柜的，明日怎么办？明面买不下，那就让他们的路断在山洪里。山洪？上游商田那道蓄水闸，看守收过秦家的钱。3日内必有大水。云娃子，这都旱成这样了，哪儿来的大水？沈云又开始吓人了。旱灾里说山洪，真会编。他就是想让大家把货搬去牛背村，好继续听他的。这快破旧了。看这里，昨夜这里水涨过，就这么一点儿。不是雨水，是上游放过一小股。他们在躲水。护路队昨夜从上游回来，说北沟那边下过急雨，商田蓄水闸旁还有新车遮，闸口泥线也被冲过。草根湿，山里昨夜可能下过雨，上游下雨，下游干旱。若有人突然开闸，水会顺旧河道冲下来。不一定是大洪，但足够冲毁低洼粮车和交易场。秦万坤想断路，交易场还有半数货没转移，若全搬损耗不少，若不搬，一旦涨水，损耗更大。护路队2路，一路守河道，一路护车。别往下冲，要货还是要命？盐铺3袋，移高地，布装7匹，入棚。药草2筐，柳青娘接管。这一搬一挪，货要坏不少啊。账上记着，损耗公开分摊，谁也不白亏。掌柜的，他们是不是察觉了？察觉又如何？水一来，人还能拦水？水来了！按昨夜布置，开西沟，堵东口。粮袋，快翻粮袋！车陷住了！掌柜的，水还在涨，怎么办？去找沈云。护路队先救人，再保货。谁私自下低洼，一律记账罚工。命没了，货给谁卖？这边还要3袋。刘婶，3袋给东口，账上记100纸工。冻着的过来，别逞强。沈公子，秦掌柜请你救粮车，他们不是想断咱们路吗？现在被水困了，又来求人，别管。沈云，秦家粮若全泡了，县里粮价还是要乱。秦掌柜不是说粮路由你定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救人免费，救粮按公开救援账算。秦家粮车以后入户市，不许毒价，不许毒气，接受公开称粮。你这是趁灾要挟！你开闸断路时怎么不说灾？答不答应？答应。胡老大带护路队救人，赵清河调空车。
空车绕高坡下，别进深泥。白纸，给粮袋套湿布防破。四娘记账，秦家每一袋救上来的粮都盖公开标。好。别乱，人先上高地，粮袋往这边递。干粮入公开市，吃粮单列，低价处理，不得混卖。从今日起，牛背村护士现辖备案，护路队暂归护士调度。谁是沈云？巡粮使到。谁准你们私设护士？一个村子私设护士，私改山寨，私调车队。沈云，你胆子不小。严大人，秦家本奉主城之命送粮，却被沈云强逼入室，还借山豪之机夺我粮权。秦掌柜，你倒会倒打一耙。你是何人？牛背村仓帐主事，封四娘。一个村妇也敢称主事？牛背村村仓进粮、出粮、救济护士全在此。医棚诊治、药草来源、坏粮救治、灾后药汤全在此。四房分账、护路费用、交易折价、损耗分摊全在此。布袋、麻绳、衣料、救灾沙袋、富人工分全在此。四房，沈云这所谓四房，名目混乱，分明是以村抗商，以私乱公。秦掌柜听见四房，脑子里只有乱。大人，牛背村四房不是占有人，不是藏私产，是4条活命产业。仓房管粮，衣房管药，账房管账，支房管布袋、衣料、沙袋。护路队不入四房，单列县备案，曾有就错，按律审断。今日护路有账可查。秦家失粮单袋，低价处理，不得混卖。这是谁写的？我。失粮若混卖，灾后必出坏粮，坏粮入肚，衣缝撑不住。已经出过一次坏粮局，不能再出第二次。黑风寨改编谁提的？我。你知不知道山寨之人不可轻信？那为何还用？因为他们熟路，也因为他们若不上账，就会继续在暗处被人雇来断路。愿接受审断。秦万军，你秦家粮船为何在山洪前停在低洼？一时疏忽。你一时疏忽，差点毁粮路。他提前预警，保住交易场。你告他私设护士，记下。查秦家近3日车损引账，粮船暂归府县公管，设施管事押回府城粮署候审。大人，秦家也是为救灾而来。救灾的人不会先断别人的路。救灾可以，毒窃不行。你还敢提条件？赵万仓倒在独战，秦万军险些毁在独战。荒年粮路不能记在一家手里，谁有粮谁入姓，谁有药谁入姓，谁有布谁入姓，价格公开，损耗公开，就这样才稳。你倒像个账房，不像猎户。荒年里，猎户也得会算账。牛背村护士暂准，但牛背村太小了，府城缺一个能救荒的人。沈云，你敢不敢去？不敢？不是不敢，那是我不能一个人去。沈云，你还想带着你那一村人去府城讲价？救荒不是一个人逞能，我要去府城，牛背村的四方帐也要去，仓帐要去。府城若只看粮船，不看米进谁碗里，救荒就是纸面功夫。医棚要去，坏粮、失粮、疫病、伤寒，都是荒年里的暗刀，只发粮不看病，人也撑不住。府城药铺若敢拿没药冲好，我骂得比苏婉娘难听。你试试。账房要去，粮商说自己救灾，官府说自己拨粮，百姓说自己没收到。府城账若烂，我先骂账，再画人。支房也要去，布袋、麻绳、沙袋、衣料看着小，却是粮路、水路、衣棚都离不开的东西，不该只被写成吃粮的人头。我去。府城规矩多，水深，牛背村的井也深过。府城粮商不会像赵万仓这么蠢，秦万军也不蠢。好，给你3日，3日后带四房账入府城。孤老先领，并户另计，出力补粮按工分，排后头去。坏粮伤胃的排左边，发热咳嗽排右边，急症先看。缴费入账，损耗入账，工分照记。你真要去？怕吗？怕，但比起怕，我更不想再看见别人被半袋粮逼到没路走。谁敢乱村仓，我这拐杖还硬。四娘，你去。护路队随行一段，账上记功，不白走。当然要记，还带着，为什么？怕走远了，忘了从哪回来。府城也缺粮。
不是缺粮，是粮握在少数几家手里。这里的价至少有3层虚高，这几项有2项重复，有2项根本不该百姓付。这些人连粮袋都要另外收钱，若不要袋子，就只能用衣禽兜粮。府城一棚在哪儿？一棚有钱进药铺，没钱喝热水。姑娘，这里是府城外，不是善堂。你干什么？别在这惹事儿！他救人。姑娘，能不能也看看我娘？长亭一临时一棚，药草从衣房帐出。今日先记名，不收粮。记名可以，来处也要写。因何断粮，谁有户籍，谁无户籍，都记。我是南柳村的，村里说救济粮到了，可我们没拿到。谁说到了？县仓还是府仓？府城要查的账，恐怕不比县里少。所以我们才来。谁准你们在一时设棚登记？我府城不比小县，这里粮册、户册、商册皆有定规。你在县里那套村账拿到府城不一定管用，管不管用看账不看地。明日入府城，先去秦家粮楼，累吗？累。以前在沈家，我以为能守住一个院子就够了，后来是村仓，再后来是镇上，现在是府城。因为账可以往外走，人心要往回记。我家老爷说，沈公子既然爱讲公平，明日就请用这把秤称一称府城的粮价。明日我会带着这把秤去，明日进城先验秤。好，